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冲着杨紫去看《承欢记》，却被3个妈妈惊艳了，个个透着雍容华贵。杨紫这90后女演员真牛啊！新剧《承欢记》在央八才播半小时，实时收视就飙升到了，简直是收视担当啊！在央艺平台同一天开播的电视剧里，就算是众多大咖明星齐聚的《城中之城》，也只能排在第2，真是竞争激烈啊！《承欢记》这剧名一听可能会误以为是古装剧，但它其实是部都市情感剧。这4集真心不错，水准稳稳的。它可不是光讲恋爱的，更多的是大龄女青年的那些烦心事儿，像婚恋、工作，还有家里的那些事儿。看完让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不就是咱们普通人的日子吗？有苦有乐。而且啊，它还有点喜剧味道，看着不会太压抑，挺有意思的。简简单单的日子也充满温暖，全家人一起看剧，气氛超棒，一点都不尴尬。杨紫演女主麦承欢，这次瘦得惊艳，穿啥职业装都合适，那小蛮腰一路，时尚感立马爆表，真是美得让人挪不开眼啊！演男主姚志明的徐凯比杨紫小，他演的总裁不咋霸道，更像是个嘴炮加搞笑王。那场醉酒戏直接让他成了喜剧界的明星，配角们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。男2牛俊峰和男3张耀都是曾经在其他剧里演过男1号的实力派，女2许灵月更不用说，还有那演男2姐姐的胡丹丹，虽然角色不太讨喜，但都是颜值与演技并存的年轻女演员。这部剧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，其实是那3位妈妈，她们的表现真是太棒了。首先，咱们说说刘婉玉的扮演者何赛飞，这位可是女主的妈妈刘婉玉的角色设定好真实啊，感觉就像是我们身边那些为了生活辛勤劳作的老母亲，每天都在柴米油盐中打拼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她挺现实的，总用钱来评判男人适不适合做女婿。一见到男2辛家亮，她就百般挑剔，总劝女儿跟他分手。自从辛家亮身份曝光，是个富2代，他态度立马大变，不仅殷勤款待，还到处炫耀，双标的让人无语。瞧他那得意样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他总爱插手女儿的事，女儿都29了，他还管得特宽。女儿上班，他老追着问啥时候下班，女儿一回家，他就开始唠叨结婚的事。这种母爱真是让人隔着屏幕都觉得喘不过气来。站在我妈的角度，我也能理解她。她自己过得挺辛苦的，嫁得不太好，一直都很节省。她希望我能找个经济条件好点的男人，这也没啥不对的。毕竟，她想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这是她的心愿。她不停追问女儿几点下班，手机放在桌上，一边和女儿聊着，一边给猪蹄去毛，炖着汤，生怕女儿加班累坏了身体。他催着女儿结婚，但也在拼命为女儿攒嫁妆，甚至为了让女儿在婆家有底气，他还打算卖掉自己唯一的手镯和耳饰。虽然他有些小缺点，但优点更多，这不就是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母亲吗？既温柔又真实，观众一看就能想到自己的妈妈。何赛飞的演技真是稳得没话说，他说话那种嗲嗲的调调，一举一动都透着优雅劲儿，简直把一个生活在弄堂里，虽然经济不咋地，但还是追求精致的上海妈妈演活了。该放肆时毫不收敛，双眼一瞪，嘴角微撇，那种精明狡黠的模样立马显现，真是活脱脱一个市井小民。稍稍打扮一下，马上变身精神焕发的老太太，一谈起自己感兴趣的事，眼睛就亮闪闪的，满脸得意，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兴奋。何赛飞出身戏曲，曾是大红大紫的越剧花旦，
长相俊俏，眼睛有神，散发着戏曲美人特有的韵味和风情。虽然她现在已年过60，但身材依然保持得相当优雅动人。剧中有段她跟小区老太太跳广场舞的场景，那小蛮腰一摆，风情万种，直接就把其他老太太给比下去了。这部戏里2位主演确实能拉动收视，但何赛飞可是真正的戏核，他给大家带来了好多笑点，还把主题给升华了，让整个剧变得更有深度。剧里2位妈妈超级有气质，一看就让人着迷。她们分别是邓英和詹小楠，哪怕角色设定不太讨喜，也照样能吸引大家的目光。邓英演的陈德京是辛嘉亮的妈，是个有钱人家的太太。她外表看起来挺风光，其实家里一团糟，老公有外遇，女儿脾气坏，儿子还成了个妈宝男。她明知儿子有女友，还硬拉着去相亲。双方父母手贱时，她也不阻止女儿摆豪门架子，说些伤人的话。她虽没直接做坏事，但也间接推动了女主和男二的分手。这妈妈的气质真的超赞，一看就是那种在豪门里过着优越生活的女人，优雅又华贵。一条灰色绸缎裙，配着短发，简约却不失高贵。没有繁复的饰品，但骨子里透出的优雅气质，让人无法忽视。邓英年轻时就美若天仙，后来在《西游记》续集里演了樵夫的妻子，就此踏上了演艺之路。能被杨洁导演挑中的女演员，长相绝对没得说，而咱金钱豹豹哥看上的女人，更是没得挑。邓英早期参演过《凤在江湖》和《大敦煌》等热门影视作品，还在《微情杜鹃》中担任了女主角，展现出了她的演技实力。看她以前的影视剧照，那双大眼睛和眉心的美人痣真是美得让人惊艳，大气又不失韵味。现在的小花里真的很难找到这种独特的气质了，可惜啊，那个年代的美女太多了，她一直没机会红起来。转眼间，她都已经开始演妈妈角色了。这几年，她在《烟雨赋》和《锦绣南歌》里演古代妈妈，每次都让人眼前一亮。这次在《承欢记》里演了个阔太太，虽然只是个小角色，但一出场就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，真的很厉害。詹小楠在剧里连正式名字都没有，大家都叫她张太太。一亮相，观众就认出来了，弹幕里都在说，这不是跟苏有朋演过朱九真的那个女演员吗？詹小楠49岁了，跟年轻时比变化不大，脸上稍微有点岁月的痕迹，但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是她。她演的是个配角，带着女儿和男二的母子去相亲。虽然只出场了几分钟，但一身黑裙，头发优雅地盘着，看起来既精致又有贵气。演员表上一眼望去，她的名字远在20米外，看来后面的戏她应该不会有太多分量了。詹小楠是上戏出身的专业演员，19岁就进入演艺圈。她演过不少经典角色，比如苏有朋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朱九真，还有董洁版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里的才女谢道韫。她凭借这些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浓颜美人，稍微化点淡妆就显得格外明艳夺目，美丽动人。她年轻时没红过，中年后多演配角，但大家一直记得她。每次镜头一闪，弹幕里总会出现朱九真、谢道韫，大家都忘不了她。她的角色形象深入人心。除了这2位母亲，吴彦姝扮演的麦祖母也是一大亮点。她穿着各式各样的旗袍，银发优雅的挽成发髻，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焕发，特别亲切，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！一部剧的火爆，离不开主角们出色的演技和超高的人气，而那些配角们也同样功不可没，他们的精彩演绎为整部剧增色不少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这几位女角色，不管是勤俭持家的普通妇女，还是挥金如土的豪门阔太，
他们的扮相和演技都相当出色，让人赞不绝口。